你刚重生回90年代的山城，不仅放着早市的黄金生意不做，反而拿红漆把营业时间改成了半夜12点，街坊邻居都觉得你疯了。可只有你知道自己绑定了美食治愈系统，只要用心制作的食物，就能极大程度消除食客的身体疲惫，带来由内而外的温暖与安宁。既然老天让你重来，与其守着冰冷钞票，不如守着老婆孩子。此时陈安搓了搓冻僵的脸，上一秒他还是身价几十亿的餐饮大老板，在豪华办公室里捂着绞痛的心脏倒下，这一秒他却闻着劣质花椒面和隔夜烧水的酸味，穿着沾满油污的旧围裙，站在不到30平米的破面馆里。他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20多年前刚在江边卖小面的时候。角落的油腻木桌上趴着个女人，那是他媳妇周静。她穿着洗发白的碎花罩衣，肚子微微隆起，手里还死攥着擦桌子的破抹布，累得直接睡了过去。哪怕在梦里，他眉头也紧紧皱着，脸色发黄。陈安看着这张年轻却写满疲惫的脸，眼眶红了。上辈子他穷怕了，钻进钱眼里拼命扩大生意。周静大着肚子天天半夜爬起来陪他熬汤揉面，最后因为劳累过度流产，落下一身病，没几年就走了。后来他赚再多钱，身边也没了陪他吃苦的人。现在老天爷让他重活一回，去他娘的餐饮帝国。这辈子他什么都不争，只要老婆孩子平安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冷风灌进门缝，周静缩了缩肩膀，下意识抱住胳膊。陈安赶紧走过去，脱下旧外套，轻手轻脚披在他身上。看着媳妇干裂的嘴唇，他转身走进后厨，打算弄点热乎的给她垫垫肚子。刚拿起一把干面条，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美食治愈系统已绑定，当前解锁核心能力食安抚慰，宿主用心制作的食物能极大程度消除食客的身体疲惫，缓解病痛，带来由内而外的温暖与安宁。陈安愣了一下，咧嘴笑了。有了这系统，周静这胎肯定能安稳生下来，身上的毛病也有救了。他走到灶台前，拿火钳捅了捅蜂窝煤，火苗子很快窜上来，架上大黑铁锅，舀了2瓢清水倒进去。等水烧开的功夫，他拿过青花大碗打佐料，店里没好食材了，他挖了一大勺白猪油甩在碗底，倒点黄豆酱油，捏搓盐巴，最后抓把绿葱花，就这么简单几样，全靠手上功夫调味。锅里水烧滚，陈安下入干面条，拿长筷子快速搅散，面条在水里翻腾，渐渐变软透亮。他舀起一勺滚烫的面汤，直接浇进佐料碗，热水一冲，猪油瞬间化开，一层油花浮在汤面上，猪油的肉香混着酱油和葱花的香味，一下子在小厨房里炸开。面条煮得刚合适，陈安用漏勺捞出面，用力甩干水分，扣进汤碗里，白净的面条泡在红亮汤底中，飘着葱花和油花，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陈安端着这碗冒热气的面条走出厨房，放到周静桌前。他推了推周静肩膀，说：“静静醒醒，别趴着睡，压着肚子难受。”周静迷迷糊糊抬起头，看到桌上的面条，心疼的埋怨。他说：“大半夜的你煮什么面啊？这面留着明早卖钱多好，咱们现在1分钱掰成2瓣花，马上孩子就要出生了，到处都用钱，你咋这么大手大脚的？”陈安听着他絮叨，心里特别踏实。他把筷子硬塞进周静手里，笑着说：“卖钱也不差这一碗，你大着肚子跟我熬到半夜，饿坏身子算谁的？赶紧吃，吃完好睡觉。”周静肚子不争气的咕噜叫了一声，他脸一红，低头挑起一筷子面条吹了吹，送进嘴里。面条刚入口，周静眼睛就睁大了，这明明是最普通的干溜面，连点臊子都没有，嚼在嘴里却劲道得很，猪油香味顺着舌头滑进嗓子眼，满嘴鲜香。紧接着一股暖流从胃里升起，迅速游走全身，食安抚慰的效果发作了。周静只觉得孕期酸痛的后腰像被一双热乎的大手揉捏过，沉甸甸的坠痛感全没了，肿胀发酸的小腿变得轻松，胸口的闷气也散得干干净净。他说：“这面怎么这么好吃？”他停不下来，大口大口吸溜面条，额头上冒出细汗，原本苍白发黄的脸色也慢慢透出红润。没几分钟，一大碗面条见底，他连最后一口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。他放下碗，靠在椅背上长舒一口气：“陈安，你今天这面是怎么煮的？”周静摸着暖烘烘的肚子，满脸惊讶，说：“我这几天晚上总腰疼的睡不着，这会儿吃完你的面，腰一点都不疼了，浑身暖洋洋的，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。”陈安拉过板凳坐在对面，拿脖子上的毛巾替他擦汗，看着媳妇舒坦的表情，他知道这系统真管用，以后周静的身体他全包了。他说：“好吃以后天天给你做。”陈安转头看门外，这条街上面馆不少，都在拼命卷早市，凌晨3、4点就爬起来熬汤炒浇头，挣的都是伤身血汗钱。上辈子他就是这么把周静熬垮的，这辈子他绝不走老路，有了这手艺，不卷早市也能把日子过活。陈安摸着妻子的头轻声说：“以后店里只做晚市和夜宵，咱们慢慢来。”说着，陈安把面馆招牌上的营业时间改了，他拿红漆把早6点到下午2点涂掉，改成了下午5点到凌晨2点。这事一出，整条街都炸了锅。旁边卖包子的刘大姐，对门开杂货铺的老李，见着陈安都摇头，说他脑子进水了。山城这地方，面馆全靠早市挣钱，大半夜谁跑出来吃面？果不其然，连着3天，店里一碗面都没卖出去。周静挺着6个月的大肚子坐在收银台后头，看着外头黑漆漆的街道，急得直叹气，说：“陈安，咱要不还是把时间改回来吧？你看看这街上哪还有人影啊？再这么下去，连买菜的钱都挣不回来了。”陈安端着盆热水走过来，蹲下把周静浮肿的双脚放进水里轻揉，说：“媳妇别急，早市太熬人，凌晨3点就得起，你这身子骨受不了。咱现在有手艺，不怕没人来，好饭不怕晚，你踏实泡脚。”周静没吭声，但还是发愁。到了晚上11点半，秋风一刮，街上彻底没人了。陈安正准备拉卷帘门关店，门外路灯底下多出个黑影，那是个60多岁的干瘦老汉，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男主扁担，两头缠着粗麻绳。这是山城特有的棒棒军，靠力气帮人挑货挣辛苦钱。老汉站在门外，探着脑袋往店里瞅，脚上破洞的解放鞋沾满黄泥，在门槛外头蹭了又蹭，想进不敢进。陈安看出老汉不好意思，赶紧放下活，笑着迎出去，说：“大爷还没吃饭吧？快进来坐，
店里暖和。老汉缩手缩脚迈过门槛，他那件深蓝色粗布褂子被汗透了不知道多少回，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霜，硬邦邦贴在背上。他找了个最靠门边的位置，只敢坐板凳的一个角，小心把扁担竖在墙根。老汉咽了口唾沫，声音沙哑，问老板这儿最便宜的面是哪种，多少钱一碗？陈安指着墙上的木头水牌大声说，干溜面最便宜，一碗1块钱。老汉松了口气，从贴身裤兜摸出个皱巴巴的塑料袋，一层层解开，里头全是1毛、2毛的破纸票子。他数出10毛钱整整齐齐码在桌上，不好意思地说，那给我来一碗干溜面。老板，能不能多给我添点面汤？我今天干了一天，口渴得很。陈安说了声没问题，您坐着歇会儿，马上就来。收起零钱，转身进后厨。干溜面没汤，全靠碗底调料提味。陈安拿过青花大瓷碗打底料，姜蒜捣泥冲凉白开，1勺老抽上色，2勺生抽提鲜，再加保宁醋、花椒面、碎榨菜末，挑上一坨雪白猪油，最后是最要紧的红油海椒。陈安掀开不锈钢桶盖，呛人的辣味直冲鼻子。他拿铁勺舀起1勺红油，心念一动，催动了体内的金手指，一股暖流顺着胳膊流向指尖，无声无息融进红油里。普通的红油立马变得透亮红彤彤，一股浓香轰的一下在厨房炸开，不呛人，带着股钻进骨头缝的醇厚直往外飘。坐在外头的老汉正低头捶腿，闻到香味猛地抬头，用力吸了吸鼻子，肚子直接发出咕噜噜的巨响。谁滚开！陈安抓了一大把水面丢进锅，看老汉干了一天体力活，他特意多抓了1两。面条一断生，他立马用漏勺捞出甩干水分，倒进装满底料的大海碗，撒上翠绿葱花，一碗香气扑鼻的干溜面出锅。陈安端面走出厨房，放在老汉面前，又转身舀了满满一大碗热面汤放旁边，说大爷您的面趁热吃。陈安又补了一句，面汤不够喝，锅里还有。老汉赶紧站起来，双手在衣服上使劲蹭了蹭才接过筷子，连声说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他坐下拿筷子把面条从底下翻上来拌匀，红油立马裹满每一根面条，油亮亮的，热气混着霸道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老汉今天在朝天门码头扛了几10包水泥，累得骨头快散架，本想随便吃口便宜的填肚子，闻到这香味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夹起一大筷子面直接塞进嘴里，呼噜噜，面条嚼着有劲，红油香辣，猪油滑润，味道在嘴里一散开。老汉眼睛瞪得老大，活了60多年，他从没吃过这么香的面，辣味不燥，顺着嗓子眼滑进胃里，像在肚子里点了把火，把一整天的寒气和疲惫都烤散了。老汉顾不上说话，埋头大口往嘴里扒拉面条，他吃得极快，腮帮子鼓鼓的，额头冒出大颗汗珠，顺着满是皱纹的脸往下淌，滴在桌上。面条不断下肚，老汉感觉一股暖气从胃里升起，慢慢走到双肩。他干了30年棒棒，肩膀早磨出后茧，骨头缝天天像针扎一样酸痛。今天扛了水泥，肩膀更是肿得老高，动一下就疼得钻心。可现在那股酸痛感竟然在快速消退，就像有个老中医用滚烫的药酒敷在他肩膀上，又下大力气帮他推拿，沉重的身子一下子变轻了，僵硬的脖子也能转了。老汉舒服的眼泪直打转，他只觉得这碗面太神了，越吃越快，连掉桌上的一根面都捡起来塞进嘴里。不到5分钟，一大碗干溜面吃了个底朝天，他连碗底剩的红油和葱花都没放过，端起碗舔得干干净净，最后端起旁边那碗热面汤，仰头咕咚咕咚一口气灌进肚子。哈！老汉放下碗打了个长嗝，满脸红光。他站起身，习惯性想去揉肩膀，却发现肩膀一点不疼了。他不敢相信的抡了2下胳膊，骨头没响，轻松的像回到了30岁。老汉激动的浑身发抖，看着走过来的陈安，嘴唇直哆嗦，眼眶全红了，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。陈安笑了笑，递上一杯热茶，把他送出门外。送走老汉刚要收桌子，一阵冷风就从街口灌进来，天上飘起雨丝，砸在雨棚上噼里啪啦响。山城秋雨说来就来，气温直降，冷风顺着脖子往衣服里钻。周静拿了件外套从里屋出来，披在陈安肩上，说变天了。周静让他把衣服穿上，别冻着。话没说完，他捂着嘴用力咳起来，咳得急急，肩膀直抽抽，脸都憋白了。陈安赶紧在围裙上擦干手，一把扶住媳妇胳膊，拍她后背，问她怎么咳这么厉害，是不是刚才吹了冷风？周静顺了口气，摆摆手，说没事，就是嗓子眼发痒，有点受凉。周静说喝口热水压一压咳嗽就行。陈安眉头拧成个疙瘩，媳妇怀着孕绝对不能乱吃药，光喝热水哪管用。他脑子一转，想起早上赶集买的肥老鸭，加上王婆婆送的那罐老酸萝卜，正好派上用场。酸萝卜开胃清热，老鸭子滋阴润肺，这大冷天喝酸萝卜老鸭汤最驱寒治咳嗽。陈安让我就在这儿坐着，千万别乱跑，他去厨房给我弄点好吃的。陈安把我按在避风的椅子上，转身进后厨，他把洗净的老鸭拎到案板上，手起刀落，砰砰砰几下剁成大块。老鸭肉紧实，但土腥味重，孕妇闻到一点腥味就能吐。他把鸭肉块扔进冷水锅，切了几片生姜，倒了1圈料酒，直接开大火焯水，水一滚，锅面浮起一层灰白血沫，难闻的土腥味跟着热气飘出来。陈安双手按在铁锅边缘，心念一动，调动起体内那股神奇能量，一股看不见的暖流顺着手掌涌入滚烫的汤水里，这是他重生后最大的底气，能提升鲜味，净化杂质，把食疗效果拉满。暖流一进锅，刺鼻的土腥味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直接变成一股纯正浓郁的肉香，这香味没一丝杂味，闻着就让人咽口水。陈安拿漏勺捞出鸭肉，用温水冲净备用，接着搬出王婆婆给的黑陶罐子，盖子一掀，一股浓烈霸道的酸香味直冲出来。这萝卜泡了足足3年，吸饱了老盐水精华，皮都成了透亮的蜡黄色，看着就让人嘴里冒酸水。他捞出2根大萝卜切成厚片，铁锅烧热，挖1勺猪油扔进去化开冒烟，切好的酸萝卜片直接下锅，滋啦一声响，酸味遇上高温猪油瞬间炸开，酸而不呛，带着猪油的醇香直往鼻孔里钻。陈安翻炒几下炒干萝卜水汽，倒入1大壶开水，水滚后倒进焯好的鸭肉块，抓了几粒花椒扔锅里驱寒祛湿，盖上锅盖调小火慢炖。没过多久，锅里的汤水变成奶白色，老鸭子的油脂炖了出来，
汤面浮起一层金灿灿的油花，酸萝卜的酸味和鸭肉的鲜味彻底融合，变成一种奇妙香气。这香味霸道极了，穿过厨房门帘溢满小店，顺着风飘到下着雨的街上。我坐在外面，肚子不争气的咕噜噜叫起来。我原本咳嗽嗓子干不想吃东西，现在闻到这股酸香味，嘴里直冒口水，馋虫全被勾出来了。陈安掀开门帘，双手端着个大海碗走出来，让我趁热喝小心汤。海碗放在桌上，热气腾腾，奶白色的汤底配着金黄油花，鸭肉炖得软烂，半透明的酸萝卜片吸饱了汤汁。我迫不及待拿起勺子吹了吹，送进嘴里。汤一入口，酸味先在舌尖炸开，一下子打开所有味蕾，紧接着鸭肉的鲜甜醇厚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没一点油腻腥味，只有满口鲜香。热汤下肚，陈安注入的暖流开始发挥作用，我只觉得胸口升起一团温和热气，顺着气管往上走，把干涩发痒的感觉扫得一干二净。我长长舒了口气，嗓子彻底舒服了，一声没再咳。我眼睛发亮，说太好喝了，连着又喝了2大口。我夹起一块鸭肉咬下去，肉炖的脱骨，不用费力嚼就在嘴里化开，酸汤味全渗进肉丝里，越嚼越香。陈安看着媳妇吃得香甜，心里高兴。就在这时，外面雨越下越大，一辆黄色出租车压着水花，一个急刹停在店门口，车门一把推开，一个30多岁的男人顶着旧夹克急匆匆冲进雨棚。男人边抖雨水边用力吸鼻子，男人喊道：“老板，你家弄啥子好吃的？这味道简直要命了。”男人说隔着一条街都闻到了。男人挂着重重的黑眼圈，脸色蜡黄，一看就是熬夜跑车的。他搓着冰冷的手，眼睛直勾勾盯着周静面前的大海碗，咽了好大一口口水。陈安拿抹布擦着旁边的桌子，笑笑说：“给媳妇炖的酸萝卜老鸭汤，菜单上没有的。”司机一听急得直拍大腿，说：“兄弟，帮个忙行不行？卖我1碗吧。”司机说他跑了一晚上夜车，连口热水都没喝上，现在胃里像坠了块冰一样疼。刚才闻到这香味，他这脚根本踩不动油门，方向盘自己就打过来了。陈安看他疲惫，知道大雨天跑夜班不容易，说：“行，你先坐，锅里还有多的，我去给你盛一碗。”司机高兴的连连道谢，一屁股坐下，眼巴巴望着厨房。陈安回后厨盛了满满一大碗汤，特意多捞几块鸭肉和酸萝卜，又拿了2个白面馒头端出去。陈安说：“趁热吃，暖暖胃。”司机连客气话都顾不上说，双手捧起烫乎乎的海碗，把嘴凑到碗边，吸溜吸溜大喝一口。司机舒坦的长叹一声，滚烫的酸汤顺着食道滑进胃里。陈安那股特殊能量在胃里散开，像个暖水袋直接贴在胃壁上。司机原本受凉挨饿隐隐作痛的胃瞬间不疼了，暖意顺着血液流遍全身，把寒气和疲劳全赶跑了。司机激动地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好喝，太好喝了。”司机说他在山城跑了5年出租，哪条街的馆子没吃过，就没喝过这么鲜的鸭子汤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这酸萝卜简直绝了。他拿起白面馒头狠狠咬了一大口，接着又喝一大口汤，酸萝卜嘎嘣脆，鸭肉软烂入味。司机大口往嘴里塞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头都不抬。不到10分钟，一碗老鸭汤和2馒头消灭得干干净净，他连碗底剩的萝卜碎都没放过，扬起脖子全扒拉进嘴里。司机靠在椅背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脸上蜡黄褪去不少。司机脸上透出红润的精气神。司机说：“老板，你这手艺真是绝了，他这老胃病刚才还疼得要命，喝了这碗汤全好了，浑身上下都是劲儿。”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块钱拍在桌上，说：“不用找了，这汤值这个价。”陈安走过去把10块钱推回去，找了8块钱递给他，说：“1碗汤2个馒头，2块钱足够了，多1分他都不收。”司机愣了一下，看着陈安认真的表情咧嘴笑了，说：“兄弟，他是个实在人。”司机说他叫李强，在这片跑夜车，兄弟们都叫他强哥。李强站起身指着门外的出租车，说：“你这地方是个宝地，他们跑夜班的半夜就想吃口热乎的。”李强说：“你等着，明晚我把车队的兄弟都叫过来给你捧场。”陈安笑着点点头说：“行。”强哥，雨天路滑，开车慢点。李强挥挥手，转身钻进出租车，发动机轰鸣，黄色车灯撕开雨夜，渐渐开远。陈安看着消失的车尾灯，回过头，正对上周静温柔的笑颜。第二天半夜12点，外面风刮得呼呼响，陈安的面馆亮着灯，周静坐在柜台后打毛线。陈安刚擦完桌子，门外就响起汽车喇叭声，2辆出租车停在路边。昨晚那个叫李强的司机领着5个人大步走进来。李强扯着大嗓门喊：“陈老板，我强哥说话算话，带兄弟们来捧场了。”李强扯着大嗓门喊，抖了抖身上的寒气。跟在后面的除了2个男司机，还有3个年轻姑娘。这3个姑娘穿着厚棉服，脸色发白，挂着大黑眼圈，走路直拖脚，一看就是累坏了。陈安笑着迎上去递上热茶，说：“强哥快坐，今天想吃点什么？”李强拉开椅子坐下，指着那3个姑娘，这几个是市医院急诊科的护士，刚下大夜班，在车上直喊饿，我就给拉你这儿来了。圆脸护士刘芳捧着茶杯长出一口气说：“老板，今晚急诊送来俩车祸的，我们在手术室站了7、8个小时，腿都麻了，现在就想吃口重口味的，越辣越好，出汗解解压。”旁边的短发护士王艳赶紧拉他袖子，皱起眉头说：“芳芳，你可拉倒吧，你想辣死我啊？我这2天正犯胃病，稍微吃点刺激的，明天准得在厕所蹲半天。老板别听他的，弄点清淡的。”刘芳一脸不乐意说：“清淡的我吃不下，嘴里没味儿，不吃点带劲的，我这半条命都缓不过来。”2人眼看要吵起来，另一个护士夹在中间直叹气。陈安看明白了，这几个姑娘是累过头了，身体想吃重油重辣找刺激，可肠胃又受不了。他把抹布往肩膀上一搭，笑着说：“别争了，交给我吧，给你们弄个解馋过瘾，吃完胃里还舒坦的硬菜。强哥你们几个呢？”李强咽了口口水说：“我们3个大老爷们要管饱的，就弄干溜面，一人来1大碗，多放肉臊子。”陈安说了声好嘞，稍等，转身进厨房，干溜面好做，面条下锅煮到8分熟，捞出控干水，碗底加酱油、醋、花椒面、红油辣子，再舀上1大勺炒得喷香的猪肉臊子，撒上1把葱花，筷子一拌，面条裹满红油和肉末，香气直冲脑门。陈安端着3碗面出去，李强他们接过碗头都不抬，呼噜呼噜就往嘴里扒了。接下来该做护士们那道硬菜了。陈安决定做毛血旺，这时候鸭血、黄喉、毛肚这些下水便宜，是普通老百姓爱吃的食材，但外面饭馆做毛血旺图省事，全用猛火熬干辣椒，
吃的时候辣得头皮发麻，吃完第二天胃里像火烧一样疼。要做到辣而不燥，醇香不伤胃，底料是关键。陈安脑子里对食材的直觉冒了出来，火候、温度和香料的配比清清楚楚。他切下一大块上好的牛油扔进铁锅里，火开到最小，陈安死死盯着锅底，看着牛油在微火下慢慢化开，变成金黄色液体。普通菜籽油容易有生味，纯牛油又容易糊嘴。陈安凭直觉往牛油里加了一勺熟菜籽油，把油温稳稳控制在6成热，刺啦一声，葱段、姜片、蒜瓣下锅，接着是一大勺红彤彤的郫县豆瓣酱。陈安手里的锅铲匀速翻动，多一分怕糊，少一分不出红油。就在豆瓣酱颜色变暗红，香味快散掉的前一秒，他抓起一把干灯笼椒和一小把青花椒扔进锅里，火候稍微加大一点，辣椒的燥热气被牛油的醇厚死死压住，只把最纯正的香味逼了出来。整个厨房一下被一股浓郁又不呛人的香辣味填满。底料炒好，加入高汤烧开，陈安把厚片鸭血放进锅里煮2分钟，接着下入切成条的毛肚、黄喉和几片午餐肉，这些东西熟得快，多煮1秒就老了。陈安掐着秒表，看毛肚微微卷起，立刻用漏勺把所有食材捞出，装进大海碗里，底下已经铺好超过水的黄豆芽。最后一步最要命，陈安在菜顶上撒一把干辣椒段和花椒粒，另起一锅烧热1勺明油，油温烧到冒青烟，陈安端起热油对着海碗淋了下去，滋啦啦的声音响起，热油浇在辣椒花椒上发出响声，红油翻滚，白烟升起，一股霸道的香味直接顺着厨房门冲了出去。外面正吃面的李强手一抖，面条掉回碗里，他吸了吸鼻子，眼睛都直了，说我的亲娘哎，陈老板在里头炖神仙肉呢，怎么这么香？3个护士也齐刷刷盯着厨房门口。陈安端着一个比脸还大的海碗走出来，稳稳放在护士那桌中间。陈安说改2版毛血旺，3味慢用。海碗里红彤彤的汤汁上飘着一层亮闪闪的牛油，鸭血暗红，毛肚灰白，黄豆芽垫底，上面点缀着翠绿的葱花。刘芳早忍不住了，抓起筷子夹了一块鸭血，吹2下就塞进嘴里。鸭血滚烫，他烫得直吸气也舍不得吐，牙齿一咬，鸭血嫩得像豆腐一样碎开，浓郁的牛油香味混合着微麻微辣的汤汁在舌尖上炸开。刘芳眼睛发亮，说太好吃了，赶紧去夹毛肚。毛肚只烫了10几秒，吃在嘴里脆生生的，嚼起来咯吱响。王艳看他吃得香，咽了口水，小心翼翼夹了一根黄豆芽放进嘴里。他本以为会被辣的咳嗽，可嚼了2下，满脸惊讶，这辣味一点都不冲，没有那种火辣辣烧喉咙的感觉，反而是绵长醇厚的香。辣味在嘴里转了一圈，顺着喉咙下去，落进胃里一点不疼，反而暖烘烘的特别舒服。王艳这下放心了，说真不烧胃，芳芳，这辣味绝了。筷子伸得比谁都快，直奔碗里的午餐肉。3个护士彻底放开了，一天的疲惫和抢救病人的高压，全在这一口接一口的麻辣鲜香里发泄出来。他们吃得鼻尖冒汗，脸颊通红，连外套都脱了搭在椅背上。刘芳扯着嗓子喊老板来3碗米饭，哪还有刚进门时病恹恹的样子。陈安端上3大碗白米饭，护士们舀着红油汤汁拌饭，护士们一口气把碗扒了个底朝天。旁边的李强看着他们吃，馋得直搓手，转头冲陈安喊，陈老板不带这么偏心的，给我们兄弟3个也整一盆这个毛血旺，面条吃不饱了。陈安笑着答应，转身又进厨房。半个多小时后，2大盆毛血旺连汤带水被吃得干干净净。刘芳擦了擦脑门上的汗，摸着鼓起来的肚子长长打了个饱嗝。他站起身走到柜台前结账，痛快地说太痛快了。看陈安的眼神全变了，说老板你这手艺比市里那些大饭店强多了，我吃过那么多家毛血旺，就你家这个吃完胃里一点都不难受，浑身舒坦。王艳也在旁边跟着点头，说真神奇，我平时吃点辣就胃疼，今天吃这么多，胃里暖洋洋的，感觉还能再吃1碗。陈安一边找钱一边笑着说，我熬底料是火候小，油也调配过，把辣椒的燥气全压下去了，只留了香味，自然不伤胃，你们喜欢吃，以后常来。刘芳接过零钱拍了拍胸脯，说必须常来，老板你等着，明天我就把我们科室那些馋鬼全叫来，以后下夜班。刘芳笑着说，以后下夜班就定点在你家吃了。李强也剔着牙走过来，拍了拍陈安的肩膀，说兄弟，你这手艺想不发财都难。送走这波客人已经是后半夜2点多，周静走过来帮着收拾桌子上的空碗，看他额头上的汗珠，拿毛巾替他擦了擦。周静问累坏了吧，今天生意真好。陈安握住他的手，顺势接过毛巾擦了把汗，转身端起桌上的空碗走进了后厨。随着面馆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护士和夜班工人成了常客。这天下午店里没人，陈安坐在桌边，夹起一根买来的散装泡菜嚼了2下，眉头直接拧成个疙瘩。他把泡菜吐进垃圾篓，端起茶缸漱口。周静挺着大肚子在旁边擦桌子，停下手问咋了，这泡菜不合胃口。陈安说这哪叫泡菜，这就是盐水泡萝卜，死咸死咸的，一点发酵的酸香味都没有。起身端起那盆散装泡菜全倒进泔水桶。周静心疼的直咂嘴，哎呀，你倒他干啥，好歹是花钱买的。陈安扶他坐下，说媳妇，咱这店既然干起来了，就不能糊弄，川菜的魂在哪，就在这泡菜里，没有一口好泡菜，炒出来的菜就没那个味。他解下围裙搭在椅背上，说你在店里歇着，我去郊区古镇转转，今天非得寻摸一口正经的老土陶缸回来不可。交代完，陈安揣上钱直接出门，坐了2小时摇晃的客车，陈安到了郊区古镇。这地方以前全烧窑，现在还剩几个老手艺人。他顺着青石板路专门往破巷子里钻，走到尽头有个没招牌的破院子，堆满大大小小的陶罐，一个抽旱烟的干瘦老头蹲在台阶上，眼皮都不抬。陈安走进去，在缸堆里转悠，老头磕了磕烟袋锅，说买缸啊，左边那排是新出窑的，20块钱一个，拿去装米装水都行。陈安走到左边，看着表面刷着亮油又水的新缸，伸手在缸沿上屈指一弹，噗的一声，声音发闷，像敲在烂木头上。陈安摇头说，大爷，你这新泥烧的火候不够，毛细孔太大，用来做泡菜非得生花发臭不可，我大老远跑来可不是买这种大陆货的。老头一听，
抬头仔细打量陈安两眼，眼神认真起来，说：“哟，遇上懂行的了。”他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，说：“跟我来后院吧。”后院墙角倒扣着几个黑不溜秋的大缸，沾满泥巴和蜘蛛网。老头指着一个半人高的黑瓦缸说：“这玩意儿是我爹那辈传下来的，正经的100年老缸，泥料是当年深挖的红胶泥，柴窑烧了7天7夜。你要是真懂，自己看。”陈安走过去，用袖子擦掉缸底的泥巴，露出暗红色的胎体，伸手一摸，没新缸的粗糙感，像摸着温润的石头，一点沙眼都没有。他屈起中指，用力在缸肚子上一敲，当的一声，声音清脆响亮，带着长长的尾音，像敲在铁钟上。陈安眼睛亮了，这绝对是极品老缸，密度高，透气不透水，绝对是发酵泡菜的神器。陈安转头问多少钱，老头咬死价说80，少1分不卖。陈安不废话，直接掏出8张大团结拍在老头手里，说找个板车。陈安让老头帮忙把缸拉到镇上汽车站，折腾到天黑。陈安雇了辆3轮车，把这口死沉的老缸拉回店里。周静看着灰扑扑的大家伙，满脸疑惑，说就这么个破缸，花了80。陈安乐呵呵的打水说：“媳妇，这可是宝贝，咱店以后的镇店之宝。”把缸里外刷洗3遍，洗了一点泥腥味都没了。洗完缸，他没用自来水，直接拎着2大塑料桶跑去城外山上，接了满满2桶老泉眼里的活泉水。回来路上，他又拐进一家开几10年的国营老饭店，给后厨大师傅递包好烟，硬讨来一大碗养了10几年的老母水。夜深关好店门，陈安站在老缸前开始起坛，他把山泉水倒进缸里，接着倒进那碗散发着浓香的老母水。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被动感知瞬间激活。陈安感觉双手和大脑连在一起，对水温、盐度甚至乳酸菌活跃度都有了精准把握。他抓起一把粗粒井盐在手里掂了掂，脑子里立刻清楚盐度不够，还差3%。他又捏一小撮盐撒进去，手指搅动泉水，感知提示现在的盐度正好卡在15%的完美比例。接着放配料，陈安抓起一把汉源花椒扔进去，丢几块黄土冰糖，又倒了半碗55度的高粱酒。酒液入水，感知立刻反馈，酒精正在杀灭杂菌，发酵环境达到最完美的平衡。最后，陈安把洗净晾干的红皮白心小萝卜丢进缸里，盖上厚重的陶盖，再弹盐倒满清水封口。陈安说：“行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。”拍拍手上的水，半个月时间很快过去，面馆生意彻底稳住，下夜班的护士和挑夫每天深夜准时报道。这天傍晚准备开档，陈安走到角落看那口老缸，弹盐的水一直清亮，没一点浑浊。他双手捧住陶盖一掀，一股纯正的酸香味混合着花椒的微麻和高粱酒的醇厚，瞬间冲出来，没一点刺鼻怪味，闻着就直咽口水。周静正在旁边摘菜，闻到味扔下菜叶子跑过来，惊叹道：“天啊，这什么味儿？太香了吧！”陈安笑着从缸里捞出一个红皮萝卜，萝卜外表的红退到了水里，整个变得水灵灵的，透着微黄色。他拿刀把萝卜切开，里面脆生生的，汁水顺着刀刃往下淌，切了一小块递给周静，说：“尝尝。”周静放进嘴里一咬，咔嚓一声脆响，眼睛猛地睁大，一股清爽的酸味在舌尖炸开，接着是花椒的微麻，咽下去时喉咙里竟泛起一丝甘甜。周静激动地说：“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菜。”周静激动得直跺脚，满脸都是欢喜。陈安麻利地把萝卜切丝，又切2两肥瘦相间的猪肉丝，说：“媳妇。”陈安说：“今晚给媳妇加个菜，泡椒肉丝。”陈安走到灶台前开大火，铁锅烧热，倒进1勺菜籽油，油温上来，肉丝下锅哗啦一下迅速变白。陈安紧接着倒进泡菜丝，大火猛炒，刺啦一声，浓郁的酸辣香味顺着排风扇飘到街上。老顾客李强正好推门进来，刚进门就被香味呛得直咽口水。李强扯着嗓子喊：“老板，你这炒的啥玩意儿？香得我魂都快没了！”李强急不可耐地催促老板赶紧给他来一盘。陈安掂2下马勺，装盘端上桌，说：“新出缸的泡菜炒肉丝，尝尝。”李强夹一大口塞进嘴里，泡菜的酸脆完美解了猪肉的油腻，肉丝吸收了泡菜的回甘，越嚼越香。李强话都顾不上说，端起白米饭扒拉得飞快，不到3分钟，一盘菜连汤汁全拌饭吃得干干净净。李强摸着肚子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老板，你这手艺绝了，就冲你这泡菜，市里那些大馆子全得关门。”陈安笑着递过去一张纸巾，转头看了一眼角落里那口安静发酵的老土陶缸，转身又去厨房忙活了。凌晨1点，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陈安擦干最后一张桌子，甩了甩酸痛的胳膊。媳妇周静怀孕犯困，早被他赶去后院睡觉了。他刚想拉卷帘门打烊，门被推开了，进来个男的，长发乱得像鸟窝，穿件洗发白的牛仔夹克，背着把掉漆的破木吉他，这打扮一看就是路边卖唱的。男的低头走到角落空桌前，一屁股坐下，把吉他放在旁边椅子上。他眼眶通红，一身劣质白酒的酸臭味，他整个人像摊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，提不起劲。男的开了口问老板还有吃的没，嗓子哑得厉害，还带着哭腔。陈安停下手看着他，说：“有，想吃点啥？”男的说：“来个菜，要最辣的，辣死人的那种。”他一巴掌拍在桌上，盘子直晃。他又要了2瓶烈酒，度数越高越好。陈安看他这倒霉样，就知道是碰上事了，想发泄。他没多问，点点头说：“行，坐着等会儿，给你弄个辣子鸡，酒只有山城啤酒，凑合喝吧。”陈安转身进厨房，做辣子鸡必须用带骨头的鸡腿肉才香。他从保鲜柜拿出2个大鸡腿放在案板上，手起刀落，一阵闷响，鸡腿连骨带肉被剁成指甲盖大小的碎块，这样最容易入味，炸出来也最脆。鸡块装进铁盆，撒盐，倒酱油，加料酒去腥，最后抓把红薯淀粉进去。陈安双手用力揉搓，把调料死死按进鸡肉里，腌上底味。开大火烧热铁锅，倒进半锅菜籽油，油面冒青烟，7成热了。陈安端起盆，把鸡块一股脑倒进锅里，哗啦一声，热油翻滚，白烟直往上冒。脑子里叮的一声，那股熟悉的感觉又来了。陈安的手腕像有了肌肉记忆，拿着长筷子在油锅里快速搅动，每次拨弄都准得很。靠着系统厨艺加持，他顺着筷子传来的手感，连鸡肉里水分蒸发多少，骨头里的血水啥时候凝固都摸得一清二楚。炸到表面微黄，迅速捞出，等油温升到8成热，陈安把鸡块倒进去复炸。这一下最关键，高温瞬间把鸡皮炸得酥脆掉渣，
里面的肉汁被死死锁住。捞出鸡块控油，锅里留点底油。陈安抓起一大把剪好的干红辣椒，这全是辣度极高的子弹头和2金条，再配上一大把正宗汉源大红袍花椒。热油下锅，1秒爆香，刺啦一声，一股呛人霸道的麻辣香味在锅里炸开，变成白雾顺着门缝钻进大堂。外面的长发男被这味道一冲，连打2个响亮的喷嚏，死气沉沉的眼睛里总算有了点活气。陈安手脚麻利，把炸好的鸡块倒进锅里，开大火猛翻，红辣椒和金黄的鸡肉在锅里上下翻飞，铁勺敲得叮当响，鸡肉油脂和辣椒香气混在一起，最后撒上一大把白芝麻提香。出锅装盘，一大盘红艳艳的辣子鸡端上桌，说是吃鸡，其实就是在红辣椒堆里找肉。陈安说你的菜慢用，酒起开了，把2瓶冰啤酒放在桌上，转身回了柜台。男的拿起筷子死盯着盘子，红辣椒堆得像小山，直往外冒呛人的辣味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在辣椒堆里扒了2下，挑出一块沾着芝麻的金黄鸡丁塞进嘴里，牙齿一咬，咔嚓一声脆响，外皮脆得像嚼锅巴。紧接着，滚烫的鸡汁直接在舌尖爆开，肉嫩的不行，连着骨头的地方越嚼越香。还没等他多尝鲜味，那股狂暴的麻辣味顺着喉咙直冲脑门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嘶了一声，脸瞬间憋得通红，额头的汗刷的冒了出来，太辣了，辣的舌头直打颤，但他根本停不下来，抓起酒瓶仰头灌了一大口冰啤酒。冰酒强压下喉咙的火辣，这种冰火2重天的刺激让他浑身毛孔全张开了，一个字，爽。他顾不上擦汗，继续拿筷子在盘子里扒拉。这菜就这魔力，不能大口吃肉，得在辣椒堆里仔细找，找出一块肉塞嘴里，那种满足感特上瘾。他越吃越快，筷子在盘子里扒拉的哗哗响，辣味不停刺激舌头，他眼眶越来越红，鼻尖冒汗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他一边大口嚼肉，一边含糊嘟囔凭什么。突然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摔，双手死捂着脸，肩膀直哆嗦。他扯着破嗓子大哭，说凭什么，老子唱了3年，整整3年啊。他说那个死老板懂个屁的音乐，说他唱的都是垃圾，说没人爱听，让他滚蛋。他哭得撕心裂肺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陈安坐在柜台后面安静看着，没去劝，这时候说啥都没用，这盘辣子鸡就是最好的发泄口。男的哭了一大阵，拿袖子胡乱抹了把脸，重新拿起筷子。他一边抽搭一边继续在辣椒里找肉，一口辣子鸡一口冰啤酒，眼泪混着汗水全砸在桌上，那股霸道的辣味像把火，把他肚子里的委屈和火气全烧干净了。半小时后，一大盘辣子鸡连个肉渣都没剩，光剩一堆干红辣椒，2瓶啤酒也喝干了。男的打了个响亮的饱嗝，他抽纸用力擦嘴，整个人跟刚进门时完全不一样了，眼睛虽红肿，但死气沉沉的样全没了，背也挺直了。他站起身走到柜台前，手伸进裤兜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钞票，连着一张折起来的白纸，重重拍在桌上。他说老板结账。他背好吉他，指了指桌上那张纸，说这是他自己写的乐谱。他抬起头直勾勾看着陈安，他说你这辣子鸡真带劲，让他找回了心跳的感觉。说完他推开门大步走进夜色中，而陈安抓起桌上乱画的乐谱，底下压着几张皱毛票。他乐了，把钱扔进钱盒，乐谱叠好塞进抽屉。这小子没白瞎那盘辣子鸡。收拾完桌椅，天大亮了。1990年的山城亮得早，陈安洗把脸换好衣服，提着旧菜篮出门去农贸市场买菜。街边豆浆油条摊早支起大锅，油条香混着豆浆甜汁往鼻子里钻。陈安深吸一口气，觉得人活过来了。上辈子天天吃冷外卖，还是这烟火气闻着舒坦。菜市场里吵翻了天，卖菜大妈扯着嗓子喊，鲨鱼案板剁得震天响，满地水坑烂菜叶。陈安提着篮子绕着走，陈安提着篮子直奔相熟的肉摊而去。摊主张哥是个胖子，光膀子系着油围裙，正拿杀猪刀蹭磨刀石。张哥说哟，陈老板今天来的挺早啊，要点啥？胖老板放下刀笑呵呵打招呼。陈安指着案板上的猪肉说，张哥来条五花肉，要下5花。张哥一刀切下，拎起一块递来说，这块咋样？一层肥一层瘦，漂亮的很。陈安一扫连连摇头说，张哥你不地道，这是上5花。贴肋排长得肥多瘦少，红烧吃2口就你回锅又不够劲。陈安说，我要你案板底下藏着的那块带软骨的，那才是正宗下5花。陈安现在有厨艺傍身，眼光独扫一眼就知道肉好坏。张哥愣了下，把肉扔案板上，竖起大拇指说，行啊陈老板，原来你是个懂行的，以前咋没发现你眼睛这么毒的，今天碰上内行了。他弯腰从案板下拎出一条肉，张哥说，这块可是今天最好的一条，本想留着自己炒回锅，肉下酒全给你了。张哥麻利把肉扔上秤说，2斤3两，算你2斤。陈安看着这块肥瘦分明带脆骨的肉，满意掏钱说，谢了张哥，我媳妇最近胃口刁的，弄点好的补补。旁边挑菜的大妈凑过来打趣说，哎呦这小伙子真疼老婆，看你这仔细养媳妇怀上了吧，现在大清早给老婆挑肉的男人不多了，你老婆真有福气。陈安听得舒坦咧嘴笑说，是自家媳妇自己不疼谁疼。拎着肉，陈安又买把空心菜，挑了2条火土鲫鱼准，备中午给周静炖鲫鱼汤下奶。买齐东西往外走，市场门口飘来一阵甜香，是个卖梅花糕的摊子，蓝布褂子老大爷正忙活，几个小孩眼巴巴盯着炉子。周静最爱吃这口甜的，陈安赶紧排过去。大爷拿长嘴铜壶往梅花铁模里倒面糊滋啦冒白烟，接着挖一大坨豆沙甩进面糊，再浇面糊封顶撒上红绿丝和白芝麻，盖上铁板焖烤。大爷掀开铁板，焦黄的梅花糕出炉了。陈安递钱过去说，大爷拿2个要刚出炉的豆沙馅。大爷应了声好嘞，用铁签挑出2梅花糕，拿牛皮纸1包递来说，拿好烫手。陈安接过纸包，烫得很，他没往篮里放，直接揣怀里，用外套裹严实，生怕吹凉。快步到家，推开院门，周静正坐竹椅上晒太阳，他穿着宽大旧毛衣，肚子凸起一块，正拿木梳慢吞吞梳头。周静
静听见动静，转头笑说回来了。陈安放下菜篮，凑过去说刚起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周静摸着肚子，满脸高兴说睡不着，肚里这小家伙今早精神一直踢我。陈安一听，赶紧蹲下手贴他肚子上，等了半天没动静。陈安站起身，掏出怀里的牛皮纸包，说这小兔崽子，他爹一摸就老是诚心跟我作对是吧？看我给你带啥了？纸包一开，香甜热气扑面。周静眼睛亮了，说梅花糕。陈安递给他，顺势坐矮凳上，说趁热吃，特意挑的刚出炉豆沙馅。周静咬了一小口，外酥里烫，眯起眼说真好吃，嘴角沾着豆沙。陈安伸手帮他抹掉豆沙，自己也拿个咬一口，甜滋滋的。周静边吃边问说对了，昨晚店里生意咋样？我睡得早没听见动静。陈安嚼着糕把背吉他青年的事说了一遍。陈安说你没见那小伙刚进门的样子跟丢了魂似的，双眼发直。陈安学着瞪大眼说他给那人炒盘辣子鸡，好家伙，那人边吃边哭，眼泪鼻涕全下来了。陈安在脸上胡乱抹一把，学着抽搭，那人就这么边抽搭边在辣椒里找肉，辣得直吸气，眼泪猛掉，最后把一整盘连辣椒都嚼掰咽了。周静被逗乐了，说哪有这么夸张，吃个饭还能吃成这样？陈安一拍大腿说真不骗他，吃饱哭够，人立马精神了。临走还给陈安留张自己写的乐谱，说这顿饭让他找回心跳的感觉。陈安指指屋里说乐谱他收抽屉了，说不定哪天那小子成大明星，那张乐谱说不定以后还能卖个好价钱。周静白他眼笑骂说他呀掉钱眼里了，人家那是真心感谢他。陈安说那可不，咱家马上多张嘴吃饭，他不精打细算能行？陈安靠在矮凳上又咬了一大口梅花糕。快到大年30了，山城冷得刺骨。这天深夜，陈安正准备关店，后棉帘被掀开，灌进一股冷风。进门个女人戴着大毛线帽和黑框大墨镜，裹得严严实实。她缩在角落坐下，搓着冻僵的手，压低声音问老板有鱼香茄子吗？陈安说有，让他稍等。转身进后厨，脑子里闪过系统提示，黄金比例鱼香制配方立马浮现。他把糖、醋、酱油、料酒一点不差倒进碗里搅匀，铁锅烧热倒油，油温一倒，茄条下锅炸到微黄发软，捞出控油，锅底流油，下泡野山椒碎、姜米、蒜米和葱白，大火一催，红油亮起，一股冲鼻的酸辣味直接飘到大堂。陈安手腕一抖，炸好的茄子倒回锅，紧接着淋入鱼香汁，铁锅滋啦一声响，浓稠汤汁立马裹满切条，撒上葱花，出锅装盘，整盘茄子油亮红润，酸甜咸辣的香味混在一起，直勾馋虫。盘子端上桌，女人夹起茄条送进嘴里，嚼了2下，她猛地顿住，紧接着她像饿极了似的，大口扒饭，连着茄子往嘴里塞，大颗眼泪顺着墨镜底端砸进碗里，一碗饭吃个底朝天。她站起身，掏出100块压在碗底，拉下点围巾擦嘴。陈安眼尖，一眼认出这是最近电视上天天播的女主角，是个大明星。大明星眼眶发红，看着陈安说老板，这味道跟他外婆做的一模一样，谢谢他。说完拉起围巾推门走了。陈安看着空盘子发愣，没吭声。第二天一早，隔壁70多岁的孤老太太王婆婆拄着拐棍进店，王婆婆苦着脸叹气说陈安啊，给她拿瓶酱油。周静挺着大肚子递过酱油，问王婆婆快过年了咋还不高兴？王婆婆眼圈发红直拍大腿，说她那儿子大军在外打工3年没回，昨晚拍电报说除夕夜到家。陈安笑说这是好事啊。王婆婆说好啥哟，举起风湿肿成胡萝卜的手，说她连菜刀都握不住。大军好不容易回来，她连顿像样的年夜饭都做不出。大军最爱吃她做的咸烧白，她这手哎。陈安一把拉住王婆婆胳膊，说婆婆这是包她身上，大军哥的年夜饭她来做，王婆婆出买菜钱就行，手工费不要。王婆婆直摆手说那哪行，哪能白干活？陈安说街坊邻居说啥2家话，把酱油塞进她手里，就这么定了。30那天保证让大军哥吃上地道年夜饭。周静也笑着帮腔说婆婆听她的吧，她最近天天变着法子做菜呢。王婆婆抹着眼泪连连点头说好，婆婆谢谢你。大年30下午，陈安关了店门，专门准备年夜饭，重头戏是山城名菜咸烧白。他挑了块5层分明的上好五花肉，铁锅烧冒烟，他捏着五花肉皮朝下按在锅底用力蹭，呲啦一阵响，肉皮残毛烫得干干净净，飘出焦香。肉洗净下锅，加葱姜料酒煮7分熟，捞出趁热在肉皮磨满老抽上色。油锅烧热，五花肉皮朝下进锅，油点子噼里啪啦乱飞，盖上锅盖，等声音小了捞出，立刻扔冷水里泡，热胀冷缩，肉皮表面立马起了一层虎皮褶皱。切肉时，脑子里响起系统提示，被动技能触发，完美汁香掌控。陈安手里的刀像长了眼，切出的肉片厚薄一致，连皮带肉肥瘦均匀。芽菜洗净切碎，下锅用花椒和干辣椒段炒香。陈安拿个大土碗，切好的肉片皮朝下整齐码在碗底，铺上炒香的芽菜鸭屎，上蒸锅大火蒸足2钟头。晚上8点，外头零星响起鞭炮声，王婆婆家院门被推开，穿着旧棉袄背着大编织袋的大军进门。大军喊妈我回来了，扔下编织袋搓手进屋。陈安刚好端着蒸好的烧白走进来，说大军哥洗手吃饭吧。他把土碗倒扣在盘子里，双手端着碗底猛地往上一提，一股浓烈肉香混着芽菜咸鲜味塞满屋子。烧白酱红漂亮，肉皮虎皮纹里吸饱汤汁，颤巍巍泛着油光。大军愣住，喉结猛滚，他连手都没洗，抓起筷子夹起一片烧白送进嘴里，完美汁香效果爆发。这肉不用嚼，舌头一抿就化，肥肉油脂香气全出来却不腻，瘦肉吸满芽菜咸香软烂入味，这味道跟他记忆里老母亲做的一模一样，甚至更好吃。大军眼眶发红，低着头大口往嘴里扒饭，眼泪吧嗒吧嗒掉进碗里。他猛扒完半碗饭，看着旁边抹眼泪的老母亲，抬手用力抹了把脸上的泪。1991年的春天来得早，刚进3月山城就暖和了。周静的肚子像个倒扣的小铁锅，眼瞅着快生了。陈安看着心疼，这天中午忙完解下围裙，跑去跟街口修车的老赵借了辆偏3轮胯子。陈安喊媳妇走，带你兜风去，把车停在店门口，在挎斗里垫了2床厚棉被，又拿软枕头垫好靠背，这才小心翼翼把周静扶进去。周静捂着肚子笑得不好意思，说都快当妈的人了，还到处乱跑，街坊看见不笑话。陈安说谁爱笑话谁笑话，我媳妇憋坏了不行。陈安跨上摩托，一脚猛踩启动杆，轰的一声，偏3轮冒出黑烟，突突突顺着
着土路往城外开，一路上风吹在脸上挺舒服。周静靠在棉被上，头发乱飞，脸上笑开了花。车开到城郊江边土坡，这地方向阳，野草长得丰。陈安停稳车，拿把小锄头和大竹篮，找了块平整大石头铺上报纸，让周静坐着晒太阳。周静坐在石头上，指着前面的野地说：“安哥，你找仔细点，这季节的折耳根正是最嫩的时候。”陈安挽起袖子，蹲在土坡上开始寻摸，说了声瞧好嘞。折耳根叶子背面发紫，贴着地皮长。陈安眼睛尖，一眼瞅准一大片，他一锄头刨下去，带起一块黑土，伸手一扯，一长串白生生胖乎乎的根须就被拽了出来。泥土腥气混着折耳根特有的冲鼻味道立马散开。陈安用指甲掐了下根茎，吧嗒一声脆生生的直冒白浆。陈安来劲了，双手左右开弓，说了声真嫩，一掐一包水，一锄头下去就是一把，没多大功夫就在泥地上堆了一大堆。周静看着陈安满手是泥，笑出声，说你慢点刨，别把根弄断了。不到1个钟头，陈安就挖了满满一大篮子，白嫩根须上带着新鲜泥巴。回到店里，下午3点多，陈安搬个小板凳坐水槽边开始收拾，这活费功夫，得先在水里抛软泥巴，再一根根洗，老根子不要，发黄叶子掐掉，只留最嫩的那段白根和几片紫红嫩叶。陈安换了6盆水，只洗的水清见底，才把折耳根捞出来，放竹簸箕里控干水分，白嫩嫩的折耳根堆成个小山。凉拌折耳根灵魂全在调料上，别的能省，唯独不能少胡辣壳。陈安升起煤炉子，架上大铁锅，不放一滴油，抓起一大把干红辣椒，连着一小把花椒，直接扔进烧热的干锅里，铁铲子快速翻炒。干贝辣椒火候最关键，火大发苦，火小不香。随着铲子翻飞，干辣椒颜色慢慢变深，一股呛鼻又霸道的焦香味在小店里炸开。周静在柜台后闻到这味儿，接连打2个喷嚏，嘴里却直咽口水。等辣椒表面微微发黑，焦香冒头，陈安手快一铲子全剩出来，倒进厚实石窝子里。他双手握住石头杵子，用力往下倒，哐哐哐，干脆的辣椒被捣成碎末，连带花椒麻味全砸了出来。正宗的胡辣壳就得这样，粗犷焦香，专治各种土腥味。折耳根控干水，陈安把它倒进大铁盆开始调味，一大勺现捣胡辣壳碎盖在上面，接着倒老抽上色，陈醋提酸，撒把白糖提鲜，最后来一大勺蒜泥和2滴香油。陈安拿起长筷子在盆里快速翻拌，翻拌的时候系统提示被动实感发动，原本刺鼻的鱼腥草味道被胡辣壳的高温焦香猛烈一击，立马变了样，惹人嫌的土腥味褪去，转成一种直冲鼻腔的野蛮清香。这味道太勾人，顺着门缝飘到街上，路过的大黄狗都停下脚步，冲着店门直摇尾巴，哈喇子流一地。晚上7点，天刚黑，店里就坐满了人。老主顾大头刚下夜班，一屁股坐长条凳上，扯嗓子喊，问陈老板今天有啥新鲜菜没，说天天吃肉，嘴里都淡出鸟了。陈安笑着走出来，手里端盘刚拌好的折耳根往大头桌上一放。陈安说春季限定胡辣壳拌野生折耳根，尝尝。盘子里的折耳根白里透红，裹满黑红的胡辣壳碎和浓郁酱汁，油光水滑。大头凑近一闻，眉头拧成死结，身子猛往后扬手直摆。哎呦我去，陈老板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这鱼腥草的味道，我从小就闻不得，吃一口能恶心半天。旁边桌几个食客也跟着起哄。食客说就是，这玩意儿跟吃土有啥区别？腥了吧唧的。食客说我宁可干嚼辣椒面，也不碰这草。陈安也不恼，拿双干净筷子递给大头，你先尝一口，要是咽不下去，今天你这顿饭我请了，外加2瓶啤酒。大头一听这话眼睛亮了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大伙作证，我今天非得把你喝破产不可。大头捏着鼻子，一脸豁出去的表情，用筷子夹起一小截白嫩折耳根，闭着眼塞进嘴里。他本打算随便嚼2下就吐地上，可牙齿刚一合拢，咔嚓一声脆响在嘴里爆开，折耳根里饱满的水分直接炸裂，预想中的恶心土腥味压根没出现，取而代之的是胡辣壳那股直冲天灵盖的霸道焦香，紧接着酱油的咸，陈醋的酸，白糖的鲜在舌尖上疯狂翻涌，折耳根特有的味道在被动实感改造下，变成一种激得人头皮发麻的奇异清香，顺着嗓子眼往下钻。这味道不仅不腥，反而把胃底馋虫全勾了出来，激得人浑身一个激灵。大头猛地睁开眼，眼珠子瞪得像铜铃。他松开捏鼻子的手，二话不说，筷子像雨点一样落进盘子里，夹起一大筷子连叶带根直接塞嘴里，腮帮子鼓得老高，咔嚓咔嚓咔嚓嚼的那叫一个欢快，满嘴都是汁水。旁边食客看急了，伸长脖子问：哎，大头，你慢点，啥味儿啊？你倒是说句话。大头根本顾不上回话，喉结一滚咽下去，紧接着又加一筷子，那股野蛮清香混着胡辣壳的辣味越吃越上头，他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，连吃半盘子，大头才长出一口气，辣得直吸溜嘴，大喊痛快过瘾。陈老板，你这手艺绝了，再来1盘，不，再来2盘。这下全店人都坐不住了，食客喊给我也来1盘，我倒要看看有多好吃。食客喊我也来1份，快点快点。陈安笑着转头进后厨继续拌，一盘接一盘折耳根端上桌。刚才还喊恶心的食客们，这会儿全放下了身段，哪怕这辈子第一次吃折耳根，只要咬下第一口就被那神奇口感彻底征服，脆嫩焦香野味混在一起，嚼起来满嘴生津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有人配着散装白酒，一口辣酒一口折耳根，辣得直哈气连呼痛快。有人干脆把剩的红油汤汁倒进大米饭，筷子一搅和，呼噜呼噜扒了个底朝天，连碗底都舔干净了。食客喊绝了，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折耳根。食客说这胡辣壳做的地道，配上这野生的折耳根，简直绝配，吃着太爽了。小店里全是咔嚓咔嚓嚼折耳根的声音。陈安下午挖的那一大盆折耳根，不到2小时就见了底，连盆底剩下的胡辣壳渣子都被大头用馒头蘸着吃得干干净净。6月天闷热，傍晚陈安正站灶台前煮面，锅里水刚烧开冒泡。周静坐柜台后头对账，脸色一白，捂着大肚子疼得直吸气。周静说当家的肚子疼得厉害。陈安一听，手里面条全掉锅里，连火都顾不上关，扯下围裙扔案板上，冲出后厨拦腰把周静抱起来。陈安喊大头帮他看下店，
他媳妇要生了。陈安扯着嗓子冲门外抽烟的大头吼了一嗓子，抱着周静往街口冲。大头烟都吓掉了，赶紧跑进来拧死煤气罐阀门，冲陈安背影喊。大头冲着陈安的背影喊，让他赶紧去，店里自己给看着。陈安在街口拦了辆3轮摩托，一路催师傅往区医院赶。产房外走廊里，陈安急得满头大汗来回走，听着里面周静压着嗓子叫，他双手合十不停地拜。过了一阵，产房里传出哇的一声哭喊，门开了，护士抱着个花被子裹着的小婴儿走出来，笑着说：“恭喜啊，是个胖丫头，6斤8两，母女平安。”陈安凑过去看，小家伙脸蛋红扑扑的，眼睛没睁开，小嘴正吧嗒吧嗒嘬着，他眼眶一热，咧嘴傻笑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陈安只知道一个劲点头，激动的说不出话来。第二天，小店门上贴了张大红纸，毛笔写着2行大字：喜得千金，歇业半月，多谢街坊厚爱。老主顾们走到门前一看，个个乐得合不拢嘴。老主顾们说陈老板当爹了，这可是大喜事。老主顾们说歇半个月，哎呦，这半个月吃不到陈老板的手艺，我这嘴里的蛋出鸟来了。半个月很快过去，周静出月子，小丫头也长开了些，白白胖胖见人就咧嘴笑。陈安没打算去酒楼摆满月酒，决定就在店里摆几桌，不收份子钱，请街坊邻居热热闹闹吃顿饭。满月酒这天，陈安天没亮去菜市场拉回满满1、3轮车食材，他不准备做花里胡哨的菜，只想做到实在的家常大菜，就做一道最实在的山城老菜——全家福大烩菜。这菜看着粗糙，其实最考验厨师的底子和火候。陈安先熬高汤，老母鸡和猪大骨砸断，冷水下锅撇去血沫，加老姜大葱，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熬，足足熬了4个钟头。汤熬成奶白色，表面浮着一层亮黄鸡油，鲜香味顺着窗户飘到街上，路过的狗都停下来直摇尾巴。接着备料：3分肥7分瘦的夹心肉。陈安双手拿刀在案板上剁成肉泥，加姜葱水和马蹄碎，顺一个方向搅上劲。油锅烧热，他左手抓肉泥一挤，右手拿勺子一刮，乒乓球大小的肉丸子掉进油锅，炸得金黄捞出。五花肉切长条，裹上加了花椒面和红薯粉的鸡蛋糊，下锅炸成酥肉。刺辣生里，花椒麻香和猪肉油香混在一起，直往鼻子里钻。等配菜准备妥当，天也黑了，小店里早挤满了人。大头提2瓶好酒，老赵拎1兜红苹果，护士小黎买套小衣服，王婆婆拿了双自己缝的红虎头鞋，那双虎头鞋上的老虎绣得跟真的一样。王婆婆说：“哎呦，这小丫头长得真俊，眼睛像陈老板，鼻子像小周。”王婆婆看着摇篮里的小婴儿，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。周静气色恢复得极好，笑着给大家倒茶抓瓜子。陈安喊了声菜来了，让大家让让。陈安端着半米宽的大铁盆走出后厨，砰一声放在大圆桌正中间，盖子一掀，白烟直冒。大白菜垫底，接着是冬瓜块、鱿鱼卷、海带段、黑木耳、炸肉丸和酥肉，最上面铺几片薄火腿，滚烫高汤一浇，在火炉上炖得咕嘟咕嘟直冒泡，肉油润了蔬菜，海鲜提了汤鲜，香味全混进奶白色的高汤里。陈安拿围裙擦擦手，笑着招呼大家千万别客气，今天放开了吃。大头早馋坏了，一筷子夹起吸满汤汁的酥肉塞嘴里，面糊被汤泡软，咬下去一包鲜汤，五花肉直接在嘴里化开，汤鲜、花椒麻和猪肉香混一起，烫得他直吸气也舍不得吐。大头边嚼边竖大拇指说绝了，陈老板，你这烩菜神了，这酥肉泡汤里比干吃还香。大头边嚼边竖大拇指。老赵拿大漏勺捞满1碗海带、木耳和白菜，素菜吸饱肉香和鸡汤，软烂入味，比肉还过瘾。他扒拉着白米饭连干2大碗，额头全是热汗。王婆婆牙口不好，陈安特意给她盛了1碗炖软的冬瓜和肉丸子。老太太喝口汤连连点头说这汤熬得到位，一点不腻，喝下去胃里暖烘烘的。大家正吃得热火朝天，店门推开了，背着吉他的长发年轻男人走进来，正是之前那个失忆歌手阿飞。他今天换了件干净白衬衫，他今天精神看着比上次好多了。阿飞不好意思地抓抓头发说：“陈老板，恭喜啊，我没钱买贵重礼物，昨晚熬夜写了首儿歌，弹给小宝宝听，算我一点心意。”陈安赶紧拉椅子让他坐，说：“兄弟，你能来就是给面子，快请坐。”阿飞没急着动筷，取下吉他调弦，小店里安静下来，大头扒拉饭的动作都不自觉放轻了许多。阿飞拨弄琴弦，清了清嗓子，轻声唱起来，调子轻快，歌词简单直白，唱着小星星和小月亮。摇篮里的小丫头似乎听懂了，挥着胖乎乎的小手咯咯笑出声。一曲唱完，店里爆发出热烈掌声。大头用力拍手说：“唱得好，这歌听着心里真舒坦。”阿飞红着脸放下吉他，陈安直接给他盛满1大碗烩菜递过去说：“兄弟，趁热吃，以后常来。”陈安走到周静身边，伸手揽住她的肩膀，看着摇篮里手舞足蹈的女儿，又看看满屋子吃得满头大汗、大声说笑的老主顾们，笑着端起碗扒了一大口饭。山城入冬，冷风夹着湿气直往骨头缝里钻，街上的人缩着脖子，手揣袖口走得飞快。陈安店里点着煤炉子，火苗窜得老高，屋里挺暖和。大头推门带进一股冷风，搓着手抱怨说：“安哥，天太冷了，我昨晚馋得慌，去街角吃了顿老火锅，牛油厚的糊嘴，辣椒跟不要钱似的，吃完倒是爽，今早起来喉咙像吞刀片，嘴里起了2个大溃疡，胃里现在还火辣辣的疼。”周静坐在炉边抱着果严氏的女儿，吸了吸鼻子接话说：“大冷天谁不想吃口热乎火锅暖身子？她也馋红油，可还得喂奶，哪敢吃重油重辣，怕孩子跟着上火。”陈安一甩抹布笑了说：“谁规定火锅非得吃得满嘴起泡，胃里冒火？今天他弄个新花样，保准他们吃得暖和还不上火。”大头眼睛一亮问：“安哥又要捣鼓啥好吃的？快弄，他今天就在这扎根了。”陈安没耽搁，转身去了菜市场。他没买成坨的硬牛油，挑了2根大猪筒骨和1只散养老母鸡。路过药房时，又进去抓了当归、草果、甘草、陈皮，外加1把枸杞和几个大枣。卖肉的老李头看着他手里的东西乐了，问陈安是不是要炖药膳汤。大头说陈安要做火锅，不放1大块牛油和1把花椒辣椒，那叫火锅。弄这些药材进去，一股药味谁吃得下？陈安笑了笑没解释，提东西回店。一进后厨他就开始忙活，猪筒骨剁开露出白骨髓，和老母鸡一起扔进大铁桶，加满清水，大火烧开撇去血沫，转小火慢熬。
大半天过去，到了傍晚，铁桶里咕噜冒泡，汤色白得像牛奶，肉香直往外飘。接下来是炒底料，陈安架起大铁锅，烧热倒进大半锅菜籽油，切了一小块牛油扔进去提味，牛油化开冒起青烟，他把姜米、蒜末和剁碎的豆瓣酱一股脑倒进去，滋啦一声，锅里炸开一团红油，豆瓣酱香飘出。紧接着，陈安把泡过水的当归、草果等香料倒进锅，最后抓了一把干辣椒段和花椒。按理说辣椒香料遇热油，呛人的辣味非得让人连打几个喷嚏。陈安深吸一口气，双手握住大铁铲默念，食安抚胃能力开启，一股温和的热流顺着手心传到铁铲，融入翻滚的红油里。刺鼻的辣椒素在热流包裹下一下子被驯服，当归和草果的苦涩药味也和豆瓣酱的咸香完美融合。锅里冒出的热气一点都不呛，那是种醇厚的复合香气，能闻到辣椒香、牛油润、骨汤鲜，闻着就觉得胃里暖洋洋的。香味顺着后厨窗户飘到冷风呼啸的街上，大头正拉着2个工友往店里走，刚到街拐角，3人同时停脚，一个工友使劲吸鼻子问我的亲娘，这是啥味儿？好香，闻着辣却不呛鼻子，口水全冒出来了。大头咽了口唾沫，拔腿就跑，说肯定是安哥的新火锅弄出来了，快走，去晚了连汤都喝不上。几人冲进店里，大声嚷嚷要吃火锅。陈安端着黄铜小锅走出来，架在桌上的小煤炉上，大头探头一看，锅面飘着一层红亮辣油，勺子一拨开，下面全是奶白色的浓汤，红枣和枸杞在汤里翻滚，看着就舒坦。大头半信半疑问安哥这能有味吗？夹起一片毛肚，在锅里7上8下烫熟，沾点蒜泥香油塞进嘴，刚嚼2下，他眼睛猛地瞪圆了，毛肚脆生生的，红油辣味在舌尖跳，却一点不烧嘴。紧接着骨汤和鸡汤的鲜甜在嘴里爆开，顺着喉咙咽下去，胃里像贴了暖宝宝，热乎乎的。大头激动的直拍大腿说好吃，太他娘的好吃了，这辣味绝了，这辣味香得很，喉咙却一点不难受。2个工友也赶紧下块烫肉片，吃的头都不抬，直呼过瘾。这时王婆婆推门进来，脖子围着厚毛巾，手里端的大搪瓷茶缸。王婆婆说安子啊，我在后街就闻到香味了，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爱吃火锅，我这老骨头吃不了辣，本来不想凑热闹，可这香味太勾人，闻着一点不燥，我就厚着脸皮来看看。陈安赶紧迎上去拿过茶缸说王婆婆您来的正好，我这火锅底是纯骨头汤，药材都是温补的，给您盛碗原汤尝尝。他用勺子撇开表面红油，从底下舀了满满一茶缸奶白鲜汤，他将盛着红枣的汤碗递了过去。王婆婆吹了吹热气，喝下一小口，眼睛一亮，连连点头说好喝，真鲜，喝下去身上就暖和了，一点药味没有，全是肉香。安子，给我弄个小锅，我也要在这儿烫白菜豆腐。没多久小店就坐满了人，路过的人闻到这股火锅香，脚下像生了根走不动道，非得进来吃一顿。屋里热气腾腾，玻璃窗结了厚厚的水雾，大家围着炉子大口吃肉喝汤，有的吃热了直接脱掉厚棉袄，穿着单衣直冒汗，没人被辣的咳嗽，也没人疯狂找水喝，大家满脸满足，嘴里不停夸火锅吃着舒坦，一直忙到深夜客人散去。陈安关严店门挡住冷风，在桌上重新架起小火锅，下了一盘鲜嫩牛肉，烫了把豌豆尖。周静把睡熟的女儿安置在摇篮里，盖好被子，坐到桌边。陈安把烫好的牛肉夹进周静碗里，说快吃，这火锅温和，吃了不上火还能补身子。周静夹起牛肉放进嘴里，鲜香微辣在嘴里散开，咽下去后浑身一暖，他满足的眯起眼，夹起一筷子豌豆尖接着吃了起来。冬夜的火锅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。这天早上，陈安起了个大早熬高汤，舀起一小口尝了尝，却皱起眉头，味道确实好，但总觉得差了点意思。这几天他一直琢磨，火锅辣味够了，鲜味也足，唯独这麻味浮在表面，刚吃进嘴里挺麻，咽下去没多会儿劲就散了，不够持久霸道。市面上的花椒他几乎试了个遍，都不行，不是香味不够，就是带股苦涩味。陈安解下围裙走到外屋，看着正给女儿换尿布的周静说媳妇，我想出门一趟。周静头也没抬，手里动作没停，问去哪啊？店里生意正忙呢。陈安拉开椅子坐下，倒了杯热水说去趟汉源，咱家这火锅底料还得提味，我打听过了，汉源的贡椒全国最好，我想去原产地收点顶级花椒回来，不然心里不踏实。周静知道他认死理，做菜非得做到最好不可，他笑着抱起女儿哄了哄说去吧，店里有我盯着，多带点钱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当天下午，陈安背着大帆布包就出门了，这一路折腾得够呛，坐大巴晃悠一整天，转了破中巴，最后一段路还得搭拖拉机才能进去。等他站在汉源清溪镇的小山村村口时，感觉全身骨头都快颠散架了，山风透着冷意，空气里却飘着一股特殊的清香。陈安顺着土路进村，见人就打听，村里人都指着半山腰的土坯房，说那是老李头的家，老李头种了一辈子花椒，手里有好货，但脾气怪，一般人买不着。陈安爬上坡，推开破木门，院子里摆着好几个大竹簸箕，亮着红彤彤的花椒，一个干瘦老头正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旱烟，听见动静眼皮都没抬。陈安凑上前笑着递烟，问大爷是不是李师傅。老李头摆手没接，吐出口白烟，声音沙哑，问陈安是不是外地来的，让他买花椒去镇上供销社。老李头说这儿不灵卖，价格也卖得贵。他看陈安年轻，全当是个不懂行的城里人，根本不想搭理。陈安没生气，直接走到簸箕跟前，弯腰抓起一小把花椒，这花椒红的发紫，颗粒饱满，表面坑坑洼洼，开口极大，像一个个小灯笼。陈安心念一动，神级厨艺的被动实感瞬间激活，他把花椒放手心轻轻一搓，凑到鼻子底下深吸一口气，一股浓郁的带着柑橘清香的麻味直冲脑门。陈安眼睛亮了，拍掉手上碎屑，转头说，大爷，您这花椒可不是一般货色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是正宗的牛尾椒，采摘时间卡得极准，全是太阳刚出来，露水刚干时摘的，没用火烘，全放阴凉通风处慢慢阴干，一丁点硫磺都没熏过。老李头拿烟袋的手猛地停住，终于抬起头，惊得瞪大眼睛。陈安接着说，不仅如此，这花椒闻着味道醇厚，底蕴
运组，借花椒的树起码在20年以上。大爷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老李头猛地站起来，把烟袋往鞋底磕了2下，大步走到陈安面前，上下打量。老李头说：“行啊，后生，你这鼻子比狗还灵，连树龄都闻得出来。”老李头脸上的冷漠全没了，咧嘴露出一口黄牙，说：“陈安是个懂行的，镇上那些收货的瘪犊子就知道压价，根本不懂我这花椒费了多大功夫。”碰上知音，老李头不藏着掖着，直接把陈安领进屋里库房。一进门，那股霸道的花椒香气浓得能把人熏个跟头。老李头指着墙角的几个大麻袋说：“这几袋是我今年挑的尖货，最好的红花椒，还有那边2袋极品青花椒，本打算留着自己慢慢卖，你要是全要，我给个10成价。”陈安走过去，挨个抓起一把看了看，全是顶格的好东西。他二话没说，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10元大钞，数都没数，直接拍在桌上。陈安说：“大爷，这些我全包了，您点点，不够我再补。”陈安给的价比市场价足高了3成。老李头看着桌上的钱愣了一下，竖起大拇指说：“痛快！以后你要花椒，直接打电报，我给你留最好的。”陈安扛着2大麻袋红花椒和1袋青花椒，连夜往回赶。回到店里已经是第3天晚上，店里正忙，周静端着盘子给客人上菜，看见陈安背着大麻袋进来，赶紧迎上去帮忙卸下，拿毛巾给他擦汗，问他买着了吗？陈安说买着了，绝对是好东西，喝了1大缸凉白开，气都没喘匀就奔进厨房，让媳妇跟外面熟客说一声，今晚他弄个新菜给大伙尝尝。常来吃饭的老张和几个工友正坐在外头喝酒，一听这话立刻扯着嗓子喊，问陈老板又出新菜了，赶紧端上来。老张和工友们一听都乐了，说今天有口福了。陈安在厨房洗干净手，从麻袋里抓出2把刚带回的红花椒，他要做一道最能检验花椒质量的菜——水煮肉片。选一块最嫩的猪里脊，顶着纹理切成大薄片，放进盆里加盐、料酒、蛋清和红薯淀粉，用手顺着一个方向飞快抓拌，直到肉片表面挂上一层亮晶晶的薄浆。起锅烧油，下葱姜蒜爆香，再挖1大勺自家发酵的豆瓣酱，火候一倒，红油瞬间炒出，香味直往外冒。加水烧开，先下白菜叶和豆芽，烫熟捞出铺在大海碗底，接着关小火，把腌好的肉片一片片滑入汤里，等肉片变色，立刻开大火滚开，连汤带肉全倒进海碗。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，陈安在肉片上撒了层厚厚的辣椒面和蒜末，把那把汉源贡椒放在案板上，用菜刀轻轻压碎剁好，新鲜花椒碎一撒上，奇异的清香立马飘了出来。另起一锅倒入大勺菜籽油，大火猛烧到油面冒青烟。陈安端起热油锅，对着海碗里的花椒和辣椒面毫不犹豫泼下去，呲啦一声爆响在厨房炸开，滚烫热油瞬间把花椒和辣椒的香味彻底激发，那股霸道浓烈带着柑橘清香的麻辣味像长了翅膀一样猛地窜出厨房，填满整个小店，顺着门缝一直飘到大街上。外头正喝酒的老张几人闻到这味道，手里的酒杯全停了。老张猛吸2下鼻子喊：“哎呦我的亲娘哎，这是什么味儿？香得我口水都快逗不住了，眼睛直勾勾盯着厨房门。”路过的人也被香味勾住脚，纷纷探头往里看。陈安端着那大碗还在滋滋冒泡的水煮肉片走出来，往老张桌上一放，红彤彤的汤汁飘着红油，白嫩肉片若隐若现，上头盖着一层炸得焦香的花椒碎，光看着就让人直咽口水。陈安笑着递上筷子，说：“几位老哥，尝尝我刚从汉源拉回来的贡椒。”老张迫不及待夹起一大片肉，吹了吹热气，直接塞进嘴。肉片入口即滑嫩，牙齿一咬就断。紧接着，浓郁肉香和豆瓣酱的鲜味散开，咽下去那一瞬间，花椒的威力彻底爆发。老张猛地瞪大眼睛，嘴唇上像有无数小蚂蚁在跳舞，舌尖传来强烈的酥麻感。这麻味一点不苦，反倒带着清新的果香直冲脑门。老张一边吸溜嘴，一边飞快又夹起一筷子肉往嘴里送。他额头瞬间冒出细汗，脸都涨红了，但筷子根本停不下来。旁边的工友看急了，喊老张慢点吃，给我留点，也赶紧下筷子。几个人围着这盆水煮肉片吃得满头大汗，那麻劲在嘴里久久不散，不但不难受，反而把食欲全勾了起来，越吃越想吃。一大碗肉片，连底下的配菜都被捞得干干净净。老张放下筷子，端起水杯猛灌一大口，长呼一口气，大喊过瘾：“陈老板，你这花椒绝了！我老张吃了半辈子川菜，就没吃过这么带劲的麻味。”店里其他客人看着他们这馋样，根本忍不住，纷纷拍桌子喊：“陈老板，给我也来一份肉片，火锅底料也得加上这花椒。”陈安擦了把汗，笑着应了一声好嘞，马上来。转身又扎进厨房，起锅烧油。自从上了那盆加了汉源贡椒的水煮肉片，陈安的小店彻底在这一片扎稳了脚跟。天天晚上不到10点，门外就支满折叠桌，来晚的只能站着等。这天夜里12点多，客人走的差不多了，常来吃面的退休老师老李头却一直没走。他平时没啥爱好，就喜欢满大街溜达找好吃的。老李头端着空茶缸凑到灶台边，四下瞅了瞅，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放桌上，一层层揭开。陈老板，先别忙活了，来看看这个，里面躺着半本泛黄的线装书，书皮早没了，边上被老鼠啃得坑坑洼洼，纸脆的一碰就碎。陈安擦干手凑过去，只见纸上全是毛笔写的繁体字，墨迹都褪色了。李大爷，这是啥宝贝？老李头摸了摸胡茬叹气，这是我祖上雇的大厨传下来的川菜手抄本，传到我手里就剩半本残卷，我琢磨大半辈子也没弄明白，留着也是吃灰。他把书往陈安面前一推，我观察你大半年，你手艺绝了，这东西送你当交个朋友，放你手里比放我这强。陈安愣了一下，赶紧摆手，这哪行，祖传的东西太贵重了，拿着吧。老李头硬把书塞进陈安手里，好马配好鞍，好菜谱得懂行的人来做，你要真过意不去，以后研究出啥名堂，让我尝一口就行。说完，老李头背
背着手溜达着走了。陈安关了店门，收拾妥当。里屋周静已经哄着女儿睡熟了，他拉过椅子坐在灯泡下，翻开那本破旧的手抄本，书里全是古法川菜做法，很多配料现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。翻到中间一页，陈安停住了，那页最上面写着4个大字：百鸟朝凤。这道菜陈安前世听说过，是失传已久的清代大菜，用上好土鸡当凤，鸽子蛋当百鸟。这菜不难在食材，难在吊那口汤。菜谱上写着汤清如水，味厚如山，可偏偏怎么吊汤的那几行字被虫子蛀出几个大窟窿，最关键的香料配比和火候要求全没了。换别的厨子肯定得骂娘，但陈安却笑了，缺配方怕啥？有这身本事，还怕还原不出老祖宗的味道？第二天一大早，陈安去菜市场挑了2只最精神的老母鸡，买了1大块精瘦肉和几10个新鲜鸽子蛋。回到店里，他一头扎进厨房，先把母鸡洗净焯水，放进大铁锅慢炖，接着他2手各拿一把大菜刀，上下翻飞，硬生生把精瘦肉剁成极细的肉蓉。这叫扫汤，是老一辈厨子处理清汤的绝活。等锅里鸡汤炖得浓白翻滚，陈安把肉蓉倒进冷水搅散，一股脑倒进滚汤，立马把火关到最小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肉蓉受热慢慢浮上水面，像海绵一样把汤里浑浊的血沫渣子全吸附过去。陈安把肉饼捞出，浑浊的鸡汤瞬间清澈见底，连滴油星子都看不见。第一锅清汤成了，陈安咬了一口，吹了吹送进嘴里，他眉头立刻皱起。鲜是够鲜，但味道太单薄，压不住鸡肉的土腥味，根本达不到味厚如山。陈安说不对，古人不用味精鸡精，肯定用别的东西提了底味。陈安闭眼启动神级厨艺，鼻子微动，被动实感把刚才那口汤的味道在舌尖直接拆解，温度、水汽、肉香，几10种细微味道在脑子里转圈。他猛地睁眼，缺了一股酸香和木头清香。陈安立刻转身走到墙角的老泡菜缸前，拿勺子撇了1小勺清亮的酸萝卜老盐水，接着又从柜子里翻出做底料剩下的3年陈皮，挑了2块最饱满的，最后跑到后院找了几块劈好的荔枝木塞进灶汤，重新起锅。这次陈安连温度计都不用，手掌在锅面上方一探，靠皮肤感知热气，死死把水温卡在90度，水面似开飞开，冒着细小鱼眼泡。老盐水的乳酸菌中和了鸡汤腥味，陈皮的清香在荔枝木温火慢炖下一丝丝渗进汤里。晚上11点，老李头准时踩点来了，他一进门直奔老位置，眼巴巴盯着厨房门帘。陈安掀开门帘，端着白瓷大汤盅走出来，稳稳放在老李头面前。陈安说：“李大爷，尝尝看，是不是书里那个味儿？”老李头搓搓手，咽了口唾沫，小心掀开瓷盖，没有扑面而来的浓烈肉香，只有一股淡淡的清甜顺着热气飘进鼻子。低头一看，老李头愣住了，汤盅里汤水清亮的跟白开水一模一样，一只去骨嫩鸡盘在中央，周围整整齐齐码着一圈剥壳鸽子蛋，那圈鸽子蛋白生生的透着莹润光泽。老李头说：“这能有味吗？”满脸怀疑的拿起勺子，舀了口清汤送进嘴里，汤一碰舌头，老李头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，瞬间僵住，拿勺子的手猛地一抖，差点磕在碗沿上。这哪是白开水，汤里藏着极其霸道的鲜味，鲜味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直接炸开一团暖烘烘的热气直冲脑门。鸡肉的醇厚，陈皮的清香，还有一丝极其提鲜的微酸完美融合，多一分咸腻，少一分咸淡。老李头大口喘着气，眼眶直接红了，他又颤着手夹起鸽子蛋咬了一口，蛋白弹牙，蛋黄早吸满鲜汤，在嘴里绵软化开，香的舌头都要吞下去了。老李头激动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声音都在打颤，说绝了绝了啊！他爷爷活着时跟他念叨过这道菜，说那是当年大户人家逢年过节才吃得上的极品。陈老板真把老祖宗的绝活弄出来了，这一嗓子把店里其他客人的火儿都勾过来了。几个大老板模样的熟客赶紧凑上前，伸长脖子看那盅清汤，闻着香味直咽口水。一个戴大金戒指的胖老板直接掏钱包，说陈老板这好东西你怎么藏着掖着，给我来一份，我出50块。另一个老板不甘示弱，说50块你想吃这个，我出100，赶紧给我上一锅。90年代初100块钱顶普通人家小半个月工资了，买一锅汤绝对是天价。可陈安笑着摇摇头，把抹布往肩上一搭。陈安说的干脆利落，说不卖。胖老板急了，说嫌钱少啊，200行不行，价钱好商量吗？陈安指了指汤盅，说真不是钱的事，这菜太费功夫，光扫汤就得在灶台前折腾1个钟头，熬这锅清汤得守在灶台边7、8个小时，火候错一点全毁了。小店就我一人忙活，真拿出来卖我连睡觉时间都没了。客人们一听急得直拍大腿，说我们以后就光看着他吃。陈安笑了笑说，这菜谱是李大爷送我的，算缘分，以后每个月初1、15我抽空熬一锅，不卖钱，看心情送给店里有缘的客人尝尝。这话一出，店里先是一静，随后爆发出更大的叫好声。大家看陈安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在这个人人都削尖脑袋挣钱的年代，放着200块钱一锅的大生意不做，偏要讲缘分，这老板太有性格了。从那天起，小店的名气传得更神了，大家都盼着初1、15能当那个有缘人，尝一口那碗清如水的极品鲜汤。那锅不卖钱的极品清汤，把深夜食堂的名气彻底推上了天。每天晚上10点，屋里那4、5张破木桌根本不够坐，来晚的客人没地儿，干脆捧着大粗瓷碗，蹲在马路牙子上呼噜呼噜扒拉面条。店里人挤人，5岁的小丫头转个身都能撞到人。一天晚上，一个工人端着刚出锅的滚烫热汤往外走，小丫头正往里跑，俩人差点撞上，得亏周静眼疾手快，一把拽住孩子，可汤还是洒了一地。周静吓白了脸，赶紧拿抹布擦地，累得直捶腰。陈安在灶台前掂着勺，看着这场面心疼老婆孩子，把铁勺往锅沿上一磕，说这店必须得扩了。正好隔壁卖杂货的老王急着转手铺子，陈安二话不说，掏出老底，把铺子连带后头荒废的大天井一并盘下，2间铺子一合并，面积翻了1倍多。陈安找来这片最有名的包工头老李准备装修。老李夹着黑皮包，挺着大肚子在店里转了2圈，一拍大腿，扯着嗓门喊：“陈老板，你现在可是咱这条街的大名人，这新铺子必须得往高档了整。”陈安擦了把汗，问怎么个高档法。老李唾沫横飞的比划墙上全贴亮堂堂的白瓷砖，顶上挂带玻璃碎子的大吊灯，
中间隔出几个大包厢，地上铺红地毯。你看街口新开的大酒楼，一盘炒青菜装在镶金边的盘子里就能卖出肉价钱，你这手艺比他们强多了。搞个高档装修，那钱还不是哗哗往口袋里流？陈安连连摇头说不行，绝对不能这么搞。老李瞪大眼睛问咋不行？现在做生意的谁不讲究个排场？陈安拍了拍中间的墙皮说这墙全都给我砸了，2间屋子彻底打通，后头那个废天井也清理出来，顶上别封，让他露着天。老李听得直挠头问然后呢？陈安说地上铺最便宜的青砖，桌椅全去旧货市场淘几10年的老榆木桌子，越结实越好，墙上啥也不贴，就刮层大白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这灶台得全敞开，不用玻璃挡，客人一进门就能看见我怎么切菜颠勺。老李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指着陈安鼻子喊陈老板，你脑子没发烧吧？花大价钱盘下铺子，最后弄得跟个乡下破庙似的，谁还愿意来吃饭啊？陈安语气不容商量说老李，我这就是个深夜卖饭的摊子，来填肚子的都是下夜班的工人，卸货的苦力，你弄得金光闪闪的，那些兄弟连门槛都不敢迈。我开这店就是想让大家累了一天能踏实吃口热乎饭，就按我说的装，1分钱工钱少不了你的。老李气得夹紧皮包往外走，边走边嘟囔行行行，你掏钱你说了算，放着大钱不赚，真是个死脑筋，以后亏了本。老李甩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装修队乒乒乓乓砸了大半个月墙，停业期间陈安天天骑3轮车跑旧货市场，跟收破烂的讨价还价，硬淘回10几张能当床板的老榆木方桌和一堆长条板凳，木头死沉，他自己扛上车累出一身汗。他又跑去花鸟市场买了2颗大芭蕉和1株腊梅，种在清理出来的天井里。1个月后新店弄好了，隔墙一抹，屋里宽敞的能翻跟头，地上铺着青砖，后头天井透着风，芭蕉叶绿油油的。最显眼的是扩大了1倍的敞开式大灶台，葱姜蒜和翻滚的热油全在客人眼皮底下。重新开业当晚，陈安把那块熏黑的深夜食堂就招牌挂上新门头。第一批客人是挑夫老赵和工友，老赵挑着扁担走到门口，死活迈不动步了。他看着宽敞明亮的大堂和带花草的天井，心里直发虚。后头的小工推他问赵哥咋不进去啊？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都。老赵摸了摸口袋里皱巴巴的零钱，小声嘀咕，这阵仗太大了，陈老板弄得这么排场，一碗面还不得要咱们半天工钱？走走走，去街口买2馒头对付一口得了。正说着，夜班护士小林推着自行车过来，往里一瞅也愣住了，站门口不敢进。陈安系着旧围裙，拿着大铁勺，在灶台前冲他们招手。老赵、小林在门口傻站着干啥？当门神啊？老赵硬着头皮走进去，结巴着问陈老板，你这店弄得这么气派，干溜面涨价没？陈安拿铁勺往墙上一指，自己看。俩人顺着一看，墙上挂着新做的木头菜牌，干溜面、毛血旺、大烩菜，价钱跟以前一模一样，1毛没多。老赵长出一口气，一拍大腿，笑得满脸褶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以后再也吃不起你家的饭了。陈安往锅里倒油，扯着嗓子喊，店大了是让大家伙坐着舒坦，不用蹲马路牙子，味道变不了，价钱也变不了，赶紧做。今天第一天开业，每桌送1碟自家腌的老坛泡菜。老赵大嗓门应着，领工友走到天井挑了张老木桌坐下，小林也找了个靠窗位置坐下。灶台上火苗窜起老高，葱姜蒜爆香飘满院子，客人们陆续进店，宽敞的院子坐得满满当当，大家伙大口吃面喝汤，大声聊着天。老赵挑起一筷子面，红油往下滴，他一口缩进嘴里，辣得直吸溜，大呼过瘾。陈安端着刚出锅的毛血旺放到老赵桌上，看着大家伙吃得满头大汗。1995年除夕夜，外头飘着大雪，陈安的小院里热气腾腾。晚上11点半，老赵打了个响亮的饱嗝，把2张10块钱拍在油乎乎的桌上，起身紧了紧破军大衣，扯着嗓子喊：安哥，这顿年夜饭吃的舒坦，你家这毛血旺我吃一辈子都不嫌够，明年大年初6，他拍着胸脯保证明年一定再来捧场。陈安笑着把钱揣进围裙兜，行，路上慢点，雪大路滑，别摔沟里去了。顺手抓了2把炒花生硬塞进老赵口袋。客人们三三两两往外走，嘴里喊着新年好，发大财。陈安站在门口挨个送走老街坊，等最后一人拐过街角，他合上厚重的木门，哐当一声插上门栓，院子里一下子清静了，只剩远处偶尔几声鞭炮响。陈安转身看着满院子空碗空盘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从下午4点开始，厨房3口大铁锅就没停过，红烧肉、粉蒸排骨、烧白一碗接一碗往外端。为了让回不了家的打工人吃顿好的，他今天连口水都没顾上喝。周静正拿着湿抹布弯腰挨个桌子擦油污，周静的头发被汗水全贴在额头上。柜台后头，5岁的女儿安安趴在算盘上睡得正香，哈喇子流了一桌，小手还死死攥着傍晚收的红包。陈安走过去，一把抢过周静手里的抹布扔进水盆，行了，别擦了，明天初一歇业，白天再慢慢收拾。你赶紧带安安进屋睡觉去。陈安催促周静赶紧带孩子进屋，别把孩子冻感冒了。周静直起腰，用手背捶了捶后背，我不困，你晚饭还没吃呢，忙活一晚上，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。冰箱里有半只土鸡，我给你炖个鸡汤下碗面。陈安摆摆手说别折腾了，大年30的，我在厨房闻了一晚上油烟和肉腥味，现在闻着肉就反胃，你带孩子进去睡，我随便弄点清淡的对付一口就行。周静知道他脾气倔，只好走过去抱起安安。小丫头迷迷糊糊搂住周静的脖子，闭着眼嘟囔爸爸吃大肉丸子。陈安笑着说吃，明天爸爸给你做一盆。笑着捏了捏女儿胖乎乎的脸。等媳妇抱孩子进了里屋，陈安解下脏围裙进厨房，拧开水龙头用凉水洗了把脸。他没去拿案板上的五花肉，也没碰冰箱里的鸡，而是弯腰从橱柜底下摸出一个黑乎乎的旧砂锅，接着走到米缸前舀了一碗新大米。这米是前几天从乡下收来的，颗粒饱满白亮。陈安把米倒进盆里，动作极轻的用清水淘洗了2遍，放进砂锅，加上大半锅清水，啪的一声打着煤气灶，大火烧开。没多会儿，锅里咕噜咕噜冒起泡，米汤顶的锅盖噗噗响。陈安掀开锅盖，拿长柄木勺顺着一个方向搅和几圈防粘锅。
步，接着把火关到最小，盖上盖子，特意留了条缝慢慢熬。趁着熬粥的空档，陈安走到厨房角落那口半人高的黑陶大缸前，缸盖一揭，一股醇厚的酸香直钻脑门。他拿长竹筷伸进清亮的酸水里搅了搅，捞出半个发黄的白萝卜、几根翠绿的长豇豆和2个红野山椒。泡菜放案板上，菜刀咔咔咔切成均匀的碎丁，装进粗瓷小碗，不放香油和味精，就舀1小勺自家熬的红油辣子淋上去，撒上一把葱花，筷子一拌，酸辣味混着葱香直往外冒。半个多小时过去，砂锅里的水熬下大半，发出浓稠的咕嘟声。陈安关火掀盖，浓郁的米香味瞬间飘满厨房，米粒全开花了，熬得烂乎乎的，最上面飘着一层亮晶晶的厚米油。陈安拿湿抹布垫手，把砂锅端到天井方桌上，又转身把泡菜和2副碗筷拿出来摆好。这时里屋门吱呀开了，周静披着军大衣走出来，吸了吸鼻子问：什么味儿这么香？你背着我做什么好东西了？陈安拉开长条木凳拍了拍灰，说没做大菜，熬了锅白粥，安安睡熟了。周静说沾枕头就打呼噜，小猪一样，走过来坐下，瞅了一眼桌上冒热气的白粥和红彤彤的泡菜，笑弯了眼问：大年30晚上咱们大老板就请我吃这个啊？陈安说天天看客人吃肉，你不腻啊？陈安拿大勺给周静盛了满满1碗粥推过去，说尝尝，刚熬好的，小心烫。周静端起碗吹了吹热气，沿着碗边喝了一口，米粒入口即化，带着心里的清甜，浓稠的米油糊在嘴唇上，顺着喉咙流进胃里，暖洋洋的。他又夹了1筷子泡菜丁放进嘴里，咔嚓一声，萝卜丁又脆又爽口，醇厚酸味混着红油辣味，一下子炸开味蕾。一口滚烫白粥，一口酸辣泡菜，周静连吃3大口，额头冒出细汗。周静长出了一口气，说真舒坦。陈安也端着碗大口喝着，连呼噜带喘。没多大会儿，两人就把一锅白粥喝了个底朝天，泡菜连个葱花都没剩。吃饱喝足，两人都没急着起身收拾，并排坐在天井里看大雪花。红灯笼被夜风吹得轻轻晃荡，把两人的影子拉长，投在青砖墙上。周静靠在椅背上歪头看着陈安，说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转眼安安都5岁了，咱家这店也从路边漏风的小摊子变成如今这宽敞气派的院子了。陈安点点头，伸手握住他常年洗菜洗碗结了薄茧的手，捏了捏手掌，说是啊，5年了。5年前刚重生那会儿，周静挺着大肚子，两人挤在破平房里，连安稳觉都睡不上。为了不重蹈上辈子过劳死的覆辙，他支起面摊，从一碗干溜面干起。这5年起早贪黑，钱赚了不少，但最让他踏实的是每天关了店门，媳妇孩子都在身边。周静反握住陈安的手，眼眶发红，说这几年你太累了，天天围着灶台转，都没好好歇过一天。陈安摇摇头，看着周静的眼睛说不累，这辈子能给你做饭真好。